希腊神话的离谱是因为它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那这个埃及文化凭什么能够影响希腊呢？就凭法老一家的人物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埃及有一位法老叫做阿蒙三世，他有个妻子叫做太伊王后，两人共同生下了西塔蒙公主和阿蒙四世。结果这个西塔蒙公主又转头嫁给了阿蒙三世。接下来到了阿蒙四世，阿蒙四世先是娶了自己的妹妹，两人共同生下了图坦卡蒙，然后又娶了自己的堂妹，两人共同生下了安克山公主和梅里塔吞公主。结果这两个公主又转头嫁给了阿蒙四世。接下来的关系可能有一些复杂，安克山公主先是嫁给了阿蒙四世，但是在阿蒙四世病逝之后，她又转头嫁给了图坦卡蒙，但是在图坦卡蒙病逝之后，她又转头嫁给了大臣阿伊。这个大臣阿伊是谁呢？他被认为是奈夫迪迪的父亲，也就是安克山的外公。如果这层身份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奈夫迪迪就达成了我生了我妈的成就，这也是我们神奇家族系列里的最高成就。我们之前说到过，法老一家的关系之所以抽象，大多都是因为法老这个角色被塑造成为了天神的后代，因为要保持天神血统的纯正性，避免被他人夺权，所以法老就选择了内部消化。但问题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你法老凭什么成为天神的后代呢？你有什么证据呢？针对这个问题，法老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不是我想要统治你们，而是你们生来就要被我统治。正因为你们生来就要被我统治，所以我才勉为其难地统治你们。离谱的不是这套说辞，离谱的是这套离谱的说辞放在古埃及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百姓确实是求着法老统治。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法老画出了一张天大的饼。和印度的雅利安人一样，法老也创建了一个类似于种姓制度的概念，叫做马特。在这个马特的秩序下，整个古埃及社会被划分成为了4个等级。第一个就是法老，法老是天神的化身，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护秩序。第二个是祭司，祭司是法老的助手。第三个是贵族和官员，他们是法老命令的传达者。最后一个就是普通民众，他们是古埃及社会的劳动者，主要的职责就是好好种地。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既然是这个马特秩序规定了百姓只能服从于法老，那我们不遵守你能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不听你的，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真的有办法，因为这涉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在埃及人看来，生命只是一场短暂的试炼，人在去世之后会到冥界进行一场审判，如果审判通过，那就能够获得永生；如果审判不通过，那就要彻底的灰飞烟灭。埃及神话里没有投胎的概念，审判过了就能上天堂，审判不过别说投胎，就连地狱都没得去，所以这场审判就显得尤为重要。那由谁来负责这场审判呢？在马特秩序下，法老生前是荷鲁斯的化身，负责维护整个世界的秩序，去世之后又会变成奥西里斯，也就是冥王。冥王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的就是审判。所以在埃及的百姓看来，如果能够老老实实的种地，好好的执行法老的命令，维护这个马特秩序，那就能够增加好感度，积攒功德，提高以后获得永生的概率。这个秩序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没有什么人敢赌，敢挑战法老的权威，因为在这套秩序里没有投胎，没有一条退路。所以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一些底层民众来说，法老就是他们获得解脱的唯一渠道。另外，除了这套秩序以外，法老还搞出了大量配套的神迹，比如说亡灵书，其中主要记载的就是一个人从去世开始一直到审判结束的过程。再比如说修建金字塔、制作木乃伊，这些都是象征着法老转世成为奥西里斯的证据。所以对法老来说，不是我让你们修这个塔，而是你们要为我修这个塔，因为只有你们为我修好了这个塔，我才能够转世成为奥西里斯，才能够帮助你们获得永生。法老创立了一套完美的秩序，把自己塑造成为了天神，但凡事总会有代价。法老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从此之后，法老就只能内部婚配，而且还必须得是越亲越好，越极端越好，因为不是法老关心法老的血统，而是百姓关心法老的血统。如果法老的血统不够纯正，那他就不能化身成为冥王；如果法老不能化身成为冥王，那他就不能够主持审判，不能审判你还当什么法老呢？所以几乎每一代法老在继位之后都会进行一些公开的婚礼仪式，然后在婚礼之上搞出一场近的不能再近的婚配，这样才能向埃及的民众说明自己后代有着最纯正的血统，说明他们以后能够主持审判。在这种极端的婚姻观念下，法老的质量可想而知。比如说一开始的阿蒙四世，这位单从雕像上来看就能看出他多少有些反祖的特征。阿蒙四世的大腿粗壮，臀部丰满，这个臀部丰满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就在于他胸部也丰满，雌性激素旺盛。再比如说他的后代图坦卡蒙，同样也是脖子细长，胸部凸起，而且还骨骼脆弱，身体畸形，免疫系统坏死，先天腿部残疾。那既然这么严重，他们就没有想过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显然是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想要做法老就必须得血统纯正，但只要血统纯正，那肯定就多少得有问题。而且最主要的是，百姓还将法老的一些缺陷认为是天神血统的象征，什么头部异常凸起，这明明是太阳神的恩赐；什么雌性激素旺盛，这明明是天神血脉的特性；图坦卡蒙英年早逝，这是因为神的力量太强大，所以凡人的身体不能承受。你要是突然来了一个正常的法老，可能百姓还要怀疑他血统的纯正性。所以在古埃及的壁画中，法老几乎都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特征。第18王朝因为这个问题覆灭之后，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2世就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的方法就是使劲生，狠狠的生，不顾一切的生。
拉美西斯先后娶了200多位妻子，这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公主，包括埃及贵族的女眷，包括他的亲戚，包括他的女儿，甚至还包括他女儿的女儿。这些人一共为他生下了150多个子女。最一开始他立了长子为继承人，结果还没等他继承就因病去世，然后他又立了次子，同样还是没等到继承就因病去世，之后再立4子，4子因病去世，之后再立，再去世，再立，再去世，就这么一直立到了第13子。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难道在埃及的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外敌入侵吗？外敌入侵不会打破法老的统治，消除这种极端的血统观念吗？埃及历史上确实也有外敌入侵，但这一部分不多。东边就只有希克索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西边有利比亚，北边有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南边有一个努比亚，近代只有法国、英国、意大利等。那这些侵略者就没有消除这个血统的观念吗？简单点来说，埃及的马特秩序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恰好相反。种姓制度是给侵略者加了一个 buff， 上了一个祝福，反正来的都是爹，来了都是高种姓。但这个马特秩序是给侵略者加了一个底 buff， 上了一层诅咒，来了你就得入乡随俗，来了你就必须要内部婚配。对百姓来说，谁来统治不重要，反正生命只是一场试炼，重要的是你得能当上法老，你得有天生的血统，你得能够重生成为奥西里斯。侵略者可以通过神化自己的方式告诉民众自己有了天生的血统，但是这个内部消化、内部婚配确实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娶子生妻，属于是给架在这里了。所以那些想要消除血统观念的势力基本上都没有获得埃及民众的认可，草草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那些选择加入这场家族乱斗的势力基本上都变成了埃及的一个王朝，然后在频繁的内讧之下彻底绝嗣。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古埃及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就叫做托勒密，他原本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大将。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英年早逝之后，托勒密就占据了埃及，当上了法老，并且建立了这个托勒密王朝。托勒密自小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本来就把婚姻看作是一种手段，所以在他看来怎么结婚不重要。因此托勒密王朝不仅实行了内婚，而且还加大了力度，成为了埃及历史上关系最混乱的一个王朝。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场奇观。托勒密2世娶了自己的亲姐，3世娶了堂妹，4世娶了亲妹妹，6世和8世不仅娶了姐姐，而且还娶了同一个姐姐。这场奇观就来自于这个托勒密8世。我们大体来看一下他的关系图。首先，托5世和科1世共同生下了托6世、托8世和科2世，其中的托就是男性，科就是女性。托5世去世之后，托6世成为了新的法老，并且按照传统娶了科2世，两人又共同生下了托7世和科3世。后来托6世和托8世兄弟反目，8世推翻6世成了新的法老。为了防止前任的遗孀影响自己的统治，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传统，所以他又娶了自己的姐姐，同时也是他嫂子的科2世，然后又杀掉了托7世。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托勒密王朝女性也有继承权，那他要不要杀掉科3世呢？如果杀掉科3世，那要不要杀掉科2世呢？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全都杀了，那天神的血统不就中断了吗？于是他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怎么办呢？他直接就娶了科3世。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他杀了妻子和姐姐和嫂子的儿子，又娶了妻子和姐姐和嫂子的女儿。按理来说，他们母女两人应该同仇敌忾。结果呢？结果因为托8世过分的宠爱科3世，导致科2世和科3世之间关系破裂，反目成仇。破裂到什么程度呢？科2世直接就发起了一场内乱，说什么也要和他的女儿决一死战。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全名叫做克罗奥帕特拉7世，不过人们更习惯叫他另外一个名字——埃及艳后。这位更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托勒密王朝之后，法老一家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埃及最终成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